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，茶叶中的极品明前茶即将上市。小伙伴们平时都爱喝什么茶？扣在弹幕上一起分享下。这不，说到茶，品牌哥就打算做一期关于茶叶的品牌故事。然而，国内茶企又多又杂，大多是地域化作战，很难找到一个全国人民都熟知的品牌。思来想去，唯有颇具争议、以营销盛名的小罐茶最为合适。虽时隔多年，但那句魔性的“小罐茶大师做”仍记忆犹新。本期视频就带大家来深挖小罐茶背后的故事。最后思考一个问题：为啥看似智商税的小罐茶还能卖得那么好？要理解小罐茶的套路，必须先认识创始人杜国营。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，但一定听过他的产品。曾经风靡一时的贝贝佳，学生学习必备的好记星，商务专用平板1人1本，乃至于奢靡浮夸的8848钛金手机，都出自杜国营之手。这些产品的共性就体现在营销上，全都是一个套路：主流电视台的轮播，魔性洗脑的广告词，再加上 BGM 轮番轰炸。而让杜国营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开始，还要从贝贝佳说起。1992年，19岁的杜国营从师范学校毕业，成为一名老师。2年后，他决定辞职做销售，在天津卖矫正带。凭借做老师锻炼的能说会道本事，1995年底，他所负责的区域月销售额就过100万，连续2年成为全国的区域市场冠军。1997年，与杜国营同城的天津大学物理系教授袁冰买了一条矫正带回去研究，并改进了几处设计。随后，袁教授拿着设计图找到杜国营，希望对方能按照改进过的设计生产售卖。杜国营非常高兴地出价5000元将专利买断，决心创业。任谁也没想到，短短1年后，杜国营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矫正坐姿的贝贝佳，卖出了4.5亿的销售额。这一年，杜国营年仅25岁，成为了当时中国商界最年轻的亿万富翁。从独自创业到资产过亿，只用1年时间，财富积累速度之快，评价一句天才不过分吧。而他的法宝就是疯狂的广告营销。在那个电视广告普遍还索然无味的年代，杜国营在央视投放的广告词洗脑， BGM 魔性，潮流又鬼畜。据说广告上线后，公司的销售电话被打爆，几千个接线员昼夜不停的工作。然而贝贝佳风靡全国之际不久，危机就来了。产品被曝光质量问题，数名家长联合签名投诉书，递交到了工商局消费者投诉中心，声称贝贝佳经穿戴后没有任何效果，甚至有人因为长期穿戴贝贝佳，胸椎向前突出，造成鸡胸病。大批量供货商开始退货，此前疯狂生产的产品被迫囤在了仓库里。仅仅2年，杜国营就从过亿身价的位置上跌落，背上了3000多万的外债。狼狈不堪的杜国营卖掉一切资产，带着8个得力干将，一辆象征身份的宝马车，一部用来接听债主电话的手机，从北京撤到郑州，伺机东山再起。事实证明，聪明的人面对绝境总能翻盘。2003年2月，杜国营团队的副总蒋宇飞出差从常州到南京，路上偶然听人说苏州有个品牌的学习机销售势头很猛。蒋宇飞瞬间意识到，这或许是帮助老大翻盘的好机会，立马掉头去苏州考察，并买了一台学习机给杜国营研究。听闻蒋宇飞的想法后，杜国营认为确实是个商机，力排众议后决定开发学习机。他找到工厂，按照自己要求创新，很快就打磨出了一批产品。这里其实已经埋下了杜国营商业玩法成功的另一个点，即 OEM 运作模式，俗称贴牌。他不生产产品，全靠代工厂帮忙，自己只负责商业运作。别看这种模式现在遍地可见，但在当年还是很新颖的。学习机打磨好后，取名好记星，还是老样子，直接广告轰炸。只是这一次，他把重点放在了报纸广告上。那时候报纸上经常有一整版的医药广告，他直接模仿，把好记星铺满报纸。据媒体报道，当时仅武汉1城，好记星就连续投放了150个报纸整版广告。在那个纸媒依旧是主流的时代，可想而知这有多疯狂。另外，在好记星上，他还开创了新的渠道玩法。那时候卖货基本在商场或超市，杜国营直接把好记星安排在新华书店，直面目标客群。靠着超前的操作，好记星极度畅销，杜国营4个月就还清了债务，3年销售32亿，再次成为亿万富翁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杜国营简直就是逆天存在，小说里的爽文男主。随后，不缺钱的杜国营再接再厉，推出了1人1本，定位商务平板，售价比苹果 iPad 还高，销售业绩斐然。再之后，2015年又推出了奢侈品手机8848，售价高达9999元。
然后就有了那段又长又装叉的广告：8848钛金手机向成功的人生致敬。不过，在互联网的一片嘲讽声中，88482年时间卖了24.8万台，远超竞品 Vertu 手机。虽然比不上小米、华为的千万级，但由于定价高，8848的10万部相当于小米的1000万台的利润，这足以让鼓吹屌丝经济的雷军眼红。仅仅在2016年，8848销售额就达到了7亿元。OK， 到这总结下杜国营每段故事中成功的规律，即找准方向后开展 OEM 的虚拟经营模式，再采用犀利广告轰炸、精准的传播诉求和明星代言打法扑向市场。8848手机的火爆，杜国营的评价开始两极分化，有人嘲讽他营销大过品质，有人欣赏他超前的商业模式，而杜国营本人可能也在过快的财富积累中变得索然无味。另外，大家应该也发现了他创业的产品有个特性，都是抓住时代红利。过了那几年，要不是被时代淘汰，要不就是被专业玩家给挤压，活不下去。因此，杜国营自己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，年轻时我极快的成功，极快的跌倒，在商业世界里我算是死过一遍的人，破产了，转了一圈回来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，不好好做产品都是胡扯。于是他一边做8848，一边思考如何开启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创业。或许是吸取了前面产品的经验，他表态，折腾了近20年，做一个成功一个卖一个，他也烦了。所以这次他想专注做一个长久的产品，这个产品就是茶。按照他的调研，中国是最大的茶叶产销国，是茶叶文明的开创国。但国内的茶叶品牌繁、奢、土、老、乱事儿多，几万个茶企比不过一个立顿。因此，茶叶是个集中度很低的行业，大多是作为农产品或文化产品的茶，而作为消费品存在的茶品牌是一个巨大的空白。杜国营认为有必要创立一个有影响力的现代本土茶叶品牌。其实早在2012年6月，他就开始登门拜访茶企了，目标是炒当时很火的有机概念，做有机茶。花了1年时间，走访了超过500家茶企，却没有一个能让他满意的。有机的概念在茶叶中实在太模糊。一筹莫展之际，团队去拜访武夷岩茶的尤玉琼大姐。从2楼喝完茶，溜达着往院子里走时，杜国营一眼瞧见他家墙上挂着一个牌子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。杜国营眼前一亮，还有这称号，如果把所有传承人都找到，与他们合作，岂不是更完美？很快，杜国营一行人就挨个拜访名茶的制作技艺人，也不知道他是动用了超能力，还是纯靠画饼怎么说的。总之，8位传承人都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敲定合作对象后，杜国营开始设计茶叶包装。他发现市场上的茶叶不是大铁罐就是纸袋包装，抓取不方便。为了符合当下趋势，他的想法是将茶叶包装做得简单一点、现代一点、时尚一点。然后他请来设计师，在雪茄包装铝管中获得灵感，改用精致的小铝罐做茶叶的包装。到了取名的时候，自然无需多言，小罐茶3个字顺理成章地冒了出来。再接着就是定位了，小罐茶卖给什么人？彼时的杜国营还在做8848，他自认为对高端群体的需求很熟悉。他发现很多喝茅台、抽100元烟的人没有合适的茶可喝。既然烟酒茶不分家，那茶叶就得出现一个高端品牌。2015年9月，小罐茶正式面世。不过和之前的产品不一样，杜国营并没有上来就疯狂做广告，甚至没有任何广告和宣传，而是低调的在济南、重庆、北京的商场里开了3家体验店进行盲测，看看客户接受度。盲测了3个月左右，到2016年春节，小罐茶的单店月销售额做到了30万，虽然不高，但比他预想的要好。随后该来的还是来了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小罐茶大师做的长篇广告突然间就席卷了央视，出现在镜头前的是徐海玉等小罐茶员工和几位非遗技艺传承大师。画面似水一样流淌，几位大师娓娓道来，那制作精良程度，乍一看都分不清是广告还是电视节目。不出意外，小罐茶一炮而红，2017年就冲到了行业前3，2018年销售额干到30亿，引起众多同行模仿。小罐茶的成功以及饱和式轰炸的广告，自然引起了很多争论。也是从2018年开始，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质疑小罐茶和杜国营。比如这样一位靠营销起家且有不可忽视污点的幕后推手，能有几分懂茶呢？又有多少诚意制茶呢？小罐茶设计每罐茶叶都是4克，1罐1泡，这样统一设计不合理。懂茶的人都知道，
每种茶叶出味的效果是不同的，统一设定4克，就会出现有的茶叶一泡过淡，有的茶叶一泡过浓的情况。其次，有网友表示，小罐茶其中一款黄山毛峰，如果按广告中所说的一个人一天只能采2-3两，产地只有那么一点地方，晒干后最终的成品能剩下多少可想而知。但小罐茶每年又要卖出多少黄山毛峰呢？甚至有人给小罐茶算了一笔账，一个大师一年炒了2.5亿的茶，假设全年无休，平均下来，一个大师每天炒出220斤净茶，顶尖的茶娘一天才炒40斤，小罐茶大师累不累？面对合理质疑，小罐茶也终于发出声明解释，给大家简单总结下，意思就是小罐茶不是手工制作，而是在厂里的机器批量生产，8个大师其实是小罐茶聘请的产品经理而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自大师营销翻车后，小罐茶的营收也连年下降，到2021年时已经跌到了10亿每年。或许是数据不太好看，所以最近几年小罐茶一直都没有再公开数据，甚至小罐茶还在抛弃大师，比如推出走性价比路线的茶几味。哦对了，小罐茶这2年也改变了自己的定位，之前总是走大老板的商务路线，现在也有年轻化的倾向，比如前2年演员王凯成为了小罐茶的代言人。从品牌定位来看，以前小罐茶的标语是小罐茶大师做，现在则改成了高端中国茶，弱化了大师的概念。OK， 小罐茶的故事到这基本就讲完了。最后思考下小罐茶为什么能成功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小罐茶？按照个人口味品尝，小罐茶其实蛮好喝的，清香淡雅，抛开价格，接受度还是很高的。如果是懂茶的人士，品牌哥也请教了几位，普遍评价小罐茶中规中矩，口感不算差，没有惊喜，但算是水准之上。然后对方给品牌哥的建议是，小罐茶送礼很不错，但如果对方是个懂茶的老炮就不合适了。所以咱们是不是可以理解，小罐茶其实定位就是针对大部分的普通消费者送礼市场的礼品茶，而不是针对茶叶发烧友、老茶客。就像咱们前期节目提到的阿胶一样，只要打出了高端形象，自然有大批人在送礼时需要茶叶而又不知道如何买的时候，直接选小罐茶，至少有理有面有故事，大概率不会出错。至于说智商税的，也不能如此夸张，哪有那么多的智商税可以收？它所构建的价值体系得到市场认可，才会有它的业绩。很多人做产品，自述自己的东西有多好，却卖不上价，就是因为市场不认可你所谓的好的价值。好不好不是个人评价的，是市场综合评定的。不得不承认，杜国营的营销能力实属T0级别。